为了救戴安娜，公子院布局扰乱宾国粮食市场。不知道宫小姐找我有什么事？盖伊皇子，我不想浪费时间，我就问你，想不想当宾国国王？你什么意思？您的大哥拒绝了跟新院资本合作，所以我要一个愿意跟新院资本合作的人，扶他上位。我当然想答应您了，不过很可惜，宾国不会有人支持我的。如果宾国爆发粮食危机，而这个危机却只有你能解决呢？如果是这样，我有细心代替大皇子上位。不过拯救戴安娜妇女的事情，恐怕还得您亲自来做。我这边实在提供不了任何帮助，连一个护卫我都没有。不用你说，我也得去一趟，阻止你大哥完婚。红星安保集团能抽调多少人？目前冷风和晨光这些核心员工全部被抽调去保护金总了，其余的也都在各国忙业务，能抽调的恐怕就100来个人，而且还都是些新人。唉。冷风他们在或许还有一拼，现在看来完全没希望了。龚总，其实还有一个办法能搞到人手。什么办法？可以找黑族帮忙，不要忘了，黑族的人数量可比整个宾国的护卫还要多得多。你说的对，把莫甘娜叫过来。很快，何超林找到莫甘娜，机会来了，现在需要你动用黑族的力量去对付宾国护卫，并且还牵扯到了3金的血脉。我认为你可以跟龚总谈谈条件。我果然没有找错人，我们才合作几天你就找到机会了。要是我的话，怕是这辈子都没机会。我会帮你说话的，记住了，事成之后分我一份。两女似乎达成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私下交易。莫甘娜，我想请黑族出手帮忙。事成之后，宾国的部分生意我可以交给黑族打理，还有宾国的地下生意，那自然是全部会打包给黑族。莫甘娜却笑着摇了摇头。怎么，你不愿意帮忙？我开的条件已经很好了，那些市场份额足够黑族每年多赚上1000亿了。条件开的是很好，可惜不是我们黑族想要的。那黑族想要什么？你直说吧，只要是我能给的，我尽量满足。我不要钱，我要给3金生孩子。你说什么？你要给我先生生孩子？没错，我父亲派我来大夏，根本就不是来学习什么管理技术的。你也看到我这德行，是学习的那块料吗？我就是来怀孩子的，怀神选之子的孩子，这样我们科里昂家族就有神的血脉了。打住！你说的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什么神选之子？能解释一下吗？莫甘娜却反问起来：宫小姐，你觉得这个世界有外星人吗？应该没有吧？你不觉得没有外星人存在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吗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宇宙那么大，地球在整个宇宙里连一粒沙子的大小都不如，那凭什么只有地球有生物？如果只有地球有生物，那么我们只可能是被某个未知的生物所设计创造好的，而那个未知的生物就是我们口中所谓的神。这不就是费米悖论吗？但是直到现在，费米悖论都没有被证实。如果我们所处世界是一个游戏世界，那3金就是能通关的玩家；如果我们所处世界是一个小说世界，那么3金就是这本小说的主角。我只要能跟主角有关联，那就不可能是被扔在角落里无人关注的 NPC。所以这就是你想跟3金生孩子的理由？没错，条件就这一个，答应的话黑族赴汤蹈火都可以，不答应的话一切免谈。就算我答应你，3金也没可能任由你摆布，配合你生孩子啊。不需要他配合，只需要你取3金的样本给我，我们利用试管婴儿技术就能100%怀孕，甚至可以筛选出最优质的基因。龚总能不能办成这件事，就看您自己的意愿了。公子院内心五味杂陈，这叫什么事啊？龚总，您最好快点做决定，恐怕戴安娜那边撑不了太久。好，不过我只能提供样本，怀不怀得上就跟我没关系了。样本给我们，后续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保证黑族都会帮这个忙。当天晚上，公子院哄骗3金工作了整整1夜。隔天，样本交给了莫甘娜。东西我给你了，黑族的人能出手了吧？没问题，黑族从不食言。等一切搞定之后，欢迎随时来黑族拥有神明的子嗣。我不是误入了什么邪教组织了吧？当天，一袭劲装的公子院再次来到宾国。宫小姐，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戴安娜，但是可以肯定她并未逃出宾国。至于安德森，大皇子把他囚禁在了一家酒吧，由皇家护卫和宾国本土最强的势力看守着。人我们会去救，粮食的事情还得六皇子你暗中斡旋，说服宾国的高管了。2个环节缺一不可。话一样，你我可就是阶下囚了。我明白。林阳通知红星粮食集团那边，把宾国周边的所有产粮国粮价暂时拉高。不要问我想做什么，这件事也不要告诉3金。3天内让宾国的储粮全部卖光，你能做到吗？放心吧，宾国早就烂到骨子里了。就算我不去暗中斡旋，那群管理粮食的人也会偷偷出货赚钱。人性使然罢了，来回一倒腾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赚粮食期货的巨额差价，谁能扛得住这诱惑啊？皇子，红星粮食集团那边想跟宾国进行长期合作，咱们不是要投靠基金会了吗？这事是不是要推了？做生意不能意气用事，我们这不是还没跟基金会敲定好合作关系吗？你去跟红星的人见见，现在咱们两边都谈着，能占便宜的地方尽量占便宜，懂吗？按照大皇子的意思，高格尔接见了罗永生。我们想跟宾国签订一个10年期的粮食进口协议，价格是800块1吨，您意下如何？现在国
国际期货市场上的均价可是1000到1200一吨，这他妈不是白送钱吗？800块，我没听错吧？有什么附加条件吗？当然有了，我们希望宾国的稀土资源能多出口一些给新源资本，价格也希望能相对的降一些。高格尔这才恍然大悟，这个没问题，我能做主。您先交定金吧，我没带公章，现在还签不了合同。这让高格尔有些犹豫了。您不会觉得我们红星粮食集团会在这点小订单上违约吧？那我先支付1亿的定金。隔天，罗永生拉来了1000万吨粮食，后续还有8000万吨的粮食会陆续送过来，希望咱们能合作愉快。当天，高格尔惊喜地发现，附近几个国家的粮食期货价格已经暴涨到1800块一吨了。如果倒卖一手，中间的利润可是高达1倍还多啊！高格尔知道自己的前途更重要，于是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大黄。我们手里有多少粮食？粮库里有2000万吨，今天红星粮食集团运来了1000万吨，加起来大概是3000万吨。一吨的差价接近1000块了。如果我们把粮食都卖了，那就能有300多亿的现金流了。3000万吨全都要卖吗？我建议最少留出500到1000万吨的粮食备用，一旦后续出了什么事情，起码宾国还能应付个半年。红星粮食集团不是还有8000万吨粮食要运过来吗？我们这才卖了3000万吨，赚点差价不算什么。我看最近的粮价应该是有国际大资本在炒作，不可能一直往上涨的，很快就会进入下跌恢复阶段了。也就是说，这几天就可能是赚粮食差价最后的日期了。此时不出手，更待何时？可是没什么好可是的，这件事就这么去安排，你马上去办。龚总，我是罗永生。高格尔卖了6000万吨的粮食库存，宾国的库存算上我们给的，一共加起来不是才3000万吨吗？他怎么卖6000万吨的？现在卖粮食都不是卖现货，全是卖的期货，只要约定好时间，能把货补齐交付就行了。这个科尔特也真是贪，居然连没运送到宾国的粮食他都敢卖，这样更好。你大哥可真厉害，直接卖了6000万吨粮食。根据我的情报，大哥只让卖了3000万吨。高格尔这些人可真够胆大的，可偏偏宾国富裕起来的都是高格尔这种人，出了事就得整个宾国承担。呵呵，赢了就是功臣，输了就下地狱。可惜啊，高格尔还觉得自己能赌赢。粮食的局我已经替六皇子你布好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望着公子院的背影，戴一忍不住感叹起来：三金啊三金，你上辈子是拯救过宇宙吗？半小时后，公子院来到宾国的一处酒吧。安德森在哪呢？宫小姐，你马上就能看到安德森了。就在这时，一名浑身是伤的男子走上酒吧擂台。安德森·古斯特。